家谱是一个距离现代生活越来越远的词，但是仍然有人在坚守着谱师的职业，剪字块、排字板、修家谱，这就是王超辉大半辈子的生活状态。在电子排版和签字印刷的时代，他亲手在书页里留下墨香。了不起的匠人，我们来认识木活字印刷匠人王超辉。我们是地方里按照上百传统的，都是一个木活字的谱师。谱师以前是什么用啊？都是我们温州地区都是找家谱用的。秦代留下来的一个木活字，到我们这里是传承了23代。这个人做法一定要忠忠实实。事情一定要干得好，大家这么相信你。王超辉是浙江温州东源村人，谱师是这个7000人口的小村庄里所独有的职业。浙江人对于血脉渊源尤为重视，即使是在今天，每个氏族也都还保有祠堂和族谱。族谱每过30年需要重新翻印，谱师也应运而生。但很多人不知道，这本代代相传的族谱还无心插柳的拯救了一段千古文明。作为中国古代4大发明之一的木活字，早已被时代遗弃，但在这里，它却仍是谱师们最重要的谋生工具。用木活字印刷出的家谱，字形隽秀，墨迹清晰，保存时间可以达到1000年。在交通不便利的地区，谱师上门修谱只能靠步行，担着数十斤的字盘进入祠堂，是王超辉一段工作的开始。抵达目的地后，等不及休息，第一时间把字盘依次排开，是谱师们看重的一项仪式。摆好字盘后，王超辉便开始了第一项工作，收集族人的资料。这个过程在行话里被称为开丁。开丁需要家族成员众星踊跃，接到通知的族人要主动来祠堂登记新增加的人口和搬迁的信息。一个氏族的成员少则几千，多则数万。一些无法联系上的，需要谱师根据旧线索，逐门逐户打听下落。1连2个月的走街串巷、扑空、吃闭门羹，都是常事。这需要谱师们的细致和耐心。待到所有信息整理完成，便开始动手做新谱。一部年代久远的家族史，最多能包含上10卷谱牒，字数超过10万，光靠人手在数月内印制完成，难以想象。但活字印刷术本身就是作为提高效率的改良品，替代了雕版印刷。经过1000多年的演化，接过了字盘的谱师们，也将效率视为先祖第一戒训，不断钻研。就牛里里头，巨富人人力，生门人力里，本大人风节，集美文艺史，
一首包含160个字的简字口诀，将5000个常用汉字按照偏旁部首有序地排列。通过口诀，熟练的谱师能在1秒内拿到想要的字块，码入印版。不仅字符可以任意组合，排版也能随意变换。将字里行间的空隙和留白拆分成竹片、铁片和木块，这样便可以根据主人家的喜好更换版式。是以前的老前辈搞古的先生的叫几种方式，一个苏东坡，一个欧阳修，还有韩伟、柳宗元，每个人排一种方式。木活字拥有最好的笔触和质感，但它也有不可忽视的软肋。字块在使用过多次之后，便开始失去棱角，字形逐渐模糊。活字是需要不断补充的损耗品，这才是考验谱师真正功底的时刻。制作新的字块，是阻断了简字工成为谱师的艰难一步。这一步让王超辉正在学习木活字的儿子原地踏步了10年。学刻字特别难吗？你首先要写一个端正的反字，它这个字是反着写的，然后你要根据这个反字，然后再雕刻出来。他就是写反字的时候，写的很工整，一般人写不出来的。我就是现在字写的挺一般，算不上好，可能再过个10来年吧。写反字无法和书法一样一笔呵成，木块上的字形只能在一点一点的填补中成型。这样的过程繁复枯燥，一些谱师干脆用钢笔取代毛笔，省去了反复的练习。因为不懂取巧，王超辉一直用毛笔写，书写反字功力逐渐成了一方之最。字写好后，便可以开始动手雕刻。雕刻出细致的笔锋，需要充足柔和的室外光线。在晌午到来之前，王超辉要迅速刻完新写的15个字，每个字花费10分钟时间，这是经过了40多年的练习才到达的速度。虽然通过修家谱过上了还不错的生活，但王超辉没想过离开东园村，扩大生意更是无从谈起。外地的修谱事业，现在他都交由儿子打理。我在农村里面，还有种家的农家菜呀，看看土地啊，而且我喜欢聊聊天啊，都是在农村里面一直在丰裕的习惯。谱师的另外一项工作是为新颖的宗谱
编写序言，这需要文言文功底。没受过专业训练的王超辉，一直用查古汉语字典的方式弥补短板。年轻的时候文化不高，序嘛，真是很难的。本来是用古文最好的，现在文化不高的人，专门古文一下不会写的。古文也是上辈传下来的，我天天看。现在康熙字典里面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排版完成，来到最后的印刷阶段，这也是决定了族谱的保存时间能够胜过一般印刷品的关键秘密。现代工业使用油墨与混合浆纸印刷书籍，而木活字印刷取代以墨汁和檀木书宣，这样的配合使印刷品色泽稳固，经久不脆。最后，将印好的纸张对折、装订，一本传世的族谱宣告完成。族谱修好后，家族成员会在祠堂里来一场隆重的圆谱仪式，吃饭、唱戏、大宴3天。谱师也会作为赏宾，为主人家点谱诵文，做最喜悦的交接。园圃的话呢，反正能来的都叫过来，在这里聚在这里的。整个宗族里边呢，摆上几十桌，照族谱的那个谱师来宣布修谱那个完毕。谱师应该说大家都很尊敬他，对这种传承下来的手工活很尊敬。古话说到嘛，千年忠属，百年之亲情。一个祠堂里面，你不管搬到外面100年、200年，说起来，哇，我是同宗啊！你中午到我吃饭，你到我这里吃饭，就是一样的，比亲戚还要好。我们干事情比较忠实，事情搞起来比较好一点，大家都相信我。不懂经营生意，不会使用网络，不懂得用现代技术替代老办法。王超辉仅凭他的不厌其烦，用时间慢慢的打磨手艺，渐渐的变成了江浙一带最受敬重的谱师。一本本族谱记录了一个个家族的血脉故事，王超辉也通过他们完成了传递老祖宗手艺的使命。